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月音。于朦胧离世50多天了，事件不但没有平息，反而全面的升温了。退役的军人林北川失联，媒体主管齐丽丽被车撞、被威胁，而就在舆论焦点升温的同时，被视为关键人物的编剧吉光光突然跳出来发声明，说那只是意外坠楼，还呼吁大家不要散播谣言。这份声明一出，全网就炸锅了，因为问题不但没有解释，反而更多。如果真是意外，为什么全网禁谈？为什么相关的照片、录音、证据都被删了呢？又为什么讲话的人接连出事呢？越解释越可疑，越封锁越外流。网络封不住，民心更封不住。这场风暴已经不只是关于一个演员的离世，而是关于真相，关于勇气，关于人还能不能说话。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当吉光光漂白声明出现的那一刻，整个中国舆论场是怎么从沉默变成爆炸的。11月2号，林北川在网上说，他要去事发现场阳光上东小区见几个人。不久后又补充，不是自己来的，多了不方便说，已经询问过可以发博。话语含糊，但能听出来他那个时候已经不在自主状态了。随后他消失了10几个小时。作家鲁班担心地写下一句，我在等一个人的消息。评论区里无数网友的心被悬在了半空。10几个小时了，他还在吗？川哥，你一定要回来。11月4号，与他联系最紧密的网友北行齐野转发了林北川的 QQ 留言。现在所有嫌疑人都在同一时间报警，说我造谣，任何人不要给我私信，切记。林北川一直公开为于朦胧讲话，曾因此被召回北京，扣留了半个月。微博的账号也接连封掉了2个。10月25号，他指名举报了一位与案件关键相关的人，说自己是近乎面对面的举报，并说他才是主角，是动脉，其他人都是掩护和炮灰。那张提到的照片随即被系统屏蔽，而在评论区里，有人直接写下了公安部长王小洪的名字。10月26号，他在备用的账号提醒，如果我长时间不发声，或者突然发一些违心的话，那就不是我本人，那就代表我已经被控制。10月30号，他带着新账号出现，公开自己的退役证，喊出能镇压住正的只有军，恳请所有退役军官或士官用他们的身份向上举报施压，让真相大白。他说，只要军人的群体站出来的足够多，他就可以代表这个群体实名向上递交所有的证据。有知情者透露，林北川的举报算是真真正正的正面刚，已经惊动了中共高层，希望有人保护他，不然这次很悬，到了拼背景的时候了。北行齐野在几天前的帖子里提到自己也被找了，因为他曾与林北川私信密切，警方半夜去找他，连同家人一起施压，一宿一宿的不让睡觉，被要求做笔录。警方的意思很直接，把林北川推出去挡刀，你们就没事了。北行齐野说，能感觉到林北川的情况不容乐观，警方要把他推出来当牺牲品，并要给他扣上反动的帽子。另外他提到，虽然自己的微博账号已经被封了31个，但最后的回应给警方的是4个字，绝不背叛。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时间，一位年轻的女孩旅途中因为天气干燥，手指出现了不少肉刺，拔掉后都在流血，一般需要好几天恢复。吃了2支红海参凝胶之后，2天就好转了。这个产品是用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到的珍稀红海参做成，配方就是90%的深海野生红海参，加上10%的韩国红参，再加上纯天然蓝莓原液，透过专利发酵做成口动口感的口服凝胶，清爽不腥，还带点果香。红海参本身含有18种氨基酸、天然的胶原和活性钙，
不仅能促进细胞修复、延缓老化，还能补钙造血、改善气色，对气血虚弱、高血压、肝功能差等免疫力低下的人都很有帮助，非常适合长辈、成长期的孩子、加班族等。而且一盒30支，带着走超方便，早上空腹或者是运动之后，随手拆开就能吃，冰过之后吃起来口感更特别。我建议趁现在还有货，赶快下单，不然真的缺货就要等很久。我的朋友怕断货，干脆一次囤了10盒。点击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输入优惠码大10局，就可以享受85折。中国大陆2盒起卖，4盒包邮，购满$70，美国本土包邮，满260加币，加拿大包邮。林北川那边的情势危机重重的同时，北京的另一条线也在悄悄地收紧。一位媒体的女主管的名字齐丽丽被放到了风口上，她的身份并不普通，北京传媒总部基地负责人，她工作的地方与央视官媒系统有业务互动，而她选择在10月开始公开声援于朦胧，并揭开了天娱的底。从那之后，一切都变了，事情再也没有回到正常。先是威胁，语气温柔，内容冰冷。10月6号，他公开了一段私聊，对方说是老乡朋友，语气客气，可是句句都在逼他低头签字，别再讲了，业务还可以接着做。齐丽丽在对话的回答很干脆，天娱的狗。对方并不恼，却提到了一句话，你已经在天娱的约谈名单上，语气变得不再模糊。10月9号，对方换了方式，利诱与威胁同时上桌，利益很大，不配合就要搞你，李总在看。但齐丽丽依旧没有退缩。10月18号，最后的遮掩也收起来了。你是找死，看来只有把你抓回来。接下来发生什么，我们不负责。这种话不需要解读，下一步是什么，人人都心知肚明。10月20号，危险落实到了路面上。那一天上午，一辆车在他打出租车的时候试图冲撞他，被他躲过了，之后还追上他的出租车，强行别车，他侥幸没有受伤。下午他就收到了讯息，上午的事给你个教训，再不闭嘴等死，记得给你家里人收尸。当天晚上，他手下的车就出事了，不是单车事故，是大货车与另一辆车两面夹击，结果车报废，2人骨折，1人急救，助理腿也折了。报警之后，警方只按意外交通事故处理，肇事车只是赔钱了事。除了制造车祸，对方还煽动舆论抹黑齐丽丽。据齐丽丽发布的一张私聊截图，有手下告诉她，对方操控舆论，将双方发生冲突的责任推给了他，并开始发动艺人孤立他的工作室。10月27号，齐丽丽的另一个沉寂了1个多月的账号重新亮起，她贴出了2张自己手臂被包扎的照片，之前右胳膊，昨天左手腕，下次是什么呢？那不是抱怨，是陈述，像是在记录自己被逼到墙角的时间线。而这个账户是在于朦胧去世后的9月19号设立的，但只活跃了3天，发了几张怀念于朦胧的帖子就停止了更新，直到10月27号重启。此前的贴图显示，齐丽丽和于朦胧曾有过对话，显示他们2个人是朋友。11月4号，威胁升级到了他的家人。私聊截图显示，对方用齐丽丽的父母、哥哥和朋友来威胁他，甚至还贴出了他孩子的照片和所在幼儿园的名字，直接恐吓：你放心，我一定会弄死你。对话中还提到李总和李董。齐丽丽疑似被迫答应见面，但强调不会签字。故事暂停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他此刻在哪儿，是不是安全。网民纷纷发帖追问他的现状。齐老师还好吗？老师，你点赞报平安也可以啊。不少网民感叹，水太深了，无法无天，这不是黑道的做法吗？中共竟是黑道大本营。
早前就有传言指出，案发的当天走的不只是于朦胧，还有另外的一男一女，因为目睹案发现场而被销声。近日，网络上出现一段与于朦胧坠楼案相关的录音，这段录音的真实性尚未得到证实，但因为声音的内容直指案发现场，迅速引起了大量的讨论。录音中首先传来一名年轻女性的声音，她的语气急促，似乎正在试图阻止某件正在发生的事情。逃逃逃，快逃！哥哥，快起来逃啊！我喊人了。他的话音尚未结束，一名男性的低线声线立刻出现：别动，谁敢喊人？这两种声音之间的对比非常清晰，一方带有明显的恐慌，而另一方则带着控制与威胁。不久后，录音中又出现了第二名女性的声音，语调微弱，像是正在承受压力或伤害。救我！还有网友指出，在录音的某一小段中，似乎能听到有人喊出福利，这是于朦胧生前爱犬的名字。部分的网友反复聆听后，认为现场应该是3名女性，呼喊快逃的与说我喊人的声音并不相同。这些极有可能是当时现场的邻居，本想前去关心于朦胧，却疑似在事后遭到了灭口。虽然影片的真实性仍有待考证，但这也让不少网友难过的直呼：谢谢这几位勇敢救萌萌的小姐姐，你们的英勇使我敬佩不已，神必定会纪念你们舍身救人。泪崩了，拜托黑客勇士，让联署网站能正常运作，冲到100万，早日真相大白。扒到现在，大家应该都清楚了，发生在朦胧身上，他还是个明星，至少有声音能发出去。但凡发生在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连一点涟漪都不会有。墙内每个人都像是案板上的肉，万一被看上器官或者别的，无路可逃。朦胧说，一个人自救的能量是很大的，我们哪是在替朦胧发声，是每个人在发声自救啊！大家一起大声呼救。编剧吉光光被外界视为是涉及于朦胧案件的关键人物之一。近期有网友发现，吉光光疑似在海外的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份声明。声明中，他声称于朦胧的离世是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因饮酒失足而坠楼，自己与于朦胧之间从未存在矛盾冲突，也不具备所谓后台或任何可以影响舆情或程序的渠道，指责外界将舆论放大、扭曲，使事件演变成针对我和其他无关人士的风暴。在声明的末尾，吉光光向于朦胧的家属以及17人聚会的其他参与者致歉，并呼吁外界停止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并提到选择在外网发声是为了完整将事实传递出去。然而，声明发布后，网友们并不买账。如果真是意外，为何于朦胧的名字成了禁语？为什么照片在全网被下架？如果什么都没有，为何连谈论都要被删得这么彻底？也有人直接打脸，这么多的影片一个个外流，还要大家相信？我宁愿相信鬼。说比不说更邪恶。昨天看到了声明，说了一堆废话，避重就轻，真是够了，我都觉得浪费了我宝贵的时间。时事评论人李牧阳则在新闻看点中整理了案件中多个外界关注的疑点，并直接喊话吉光光回应，包括逼问吉光光：一、窗台高于重心，如何失足？2、窗外抓痕累累，如何解释？3、口袋2只陌生劳力士，谁的？4、现场多人，警方为何排除他杀？5、发现坠楼后不报警，却盖衣服？6、工作室7月注销，却比警方先发死讯。7、监视器呢？为什么不敢公开？8、尸检等于刑事案，为何硬说意外？这些疑点并非新提出的，但在持续资讯封锁与舆论的压制下，它们反而显得更加突兀。毕竟真相用血泪写成，一则声明岂能漂白？观众朋友们，于朦胧的离去，
如一道突然而至的闪电，撕开了夜空，照亮了高墙背后的深沉黑暗。50多天以来，我们看到的是权力的冷漠与傲慢，是舆论被压制，记忆被抹除，是一种无形却无处不在的窒息。然而，仍然有人在黑暗中站立。林北川用生命承受压力，在举报与失联之间反复搏命。齐丽丽在威胁、追踪与伤痛中，仍然选择不沉默。那些失踪的邻居最后一声快逃，带着本能的善意与勇气，刺穿了黑幕的最深处。高墙可以封网，可以封口，可以封号，却封不住心底对真相的记忆，也封不住人与人之间那一丝彼此呼唤的回声。今天我们所做的，已经不仅仅是为于朦胧守住一点真相，而是为每一个可能被沉默的普通人。真相或许被掩埋，语言或许会被撕碎，但只要记得有光存在，黑暗就永远无法彻底胜利。让我们继续点一支蜡烛，燃一盏灯，为于朦胧祈愿，为每一位被沉默的人守候，直到黑雾散去，高墙崩塌的那一天。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